兄弟们，今天在小黄鱼花330块买了一张 LRS 的核心版，这个核心版是无锁无账号的。卖家说客户当着他的面把账号给退了。我为什么会这么开心呢？因为这是我第2次找他买了，第1次也是找他买的这种 LRS 核心版，他也是说的这种情况，当时板子就变形，账号已经退了，买过来搬板成功。过几天他又跟我说又有一张跟上次的情况差不多，只是有变形。核心板整个就是变形的，非常严重的弯曲变形，特地要他拍照片给我看啊，看那个 CPU 跟字库有没有裂开。确实 CPU 跟字库没有裂开，但是呢，我收到手之后就闻到一股很大的烧焦味，这个是这个卖家当时没跟我说的，就这个地方啊，大家看得到 Type C 口附近全烧黑了。然后他当时拍了照，也确实拍了照，但是照片拍得不清楚，我当时没有注意到这个地方，当时的注意力都放在了 CPU 跟字库上面。这个卖家呢，对于这个烧焦的地方也只字未提，电条板应该是起了明火，把这个地方烧黑了啊！能不能给它成功的修复，关键就是它的 CPU 跟字库。拿出我们的万用表，给它打到2极管档啊，2极管档。红表笔接地，任何一个螺丝孔都是地。黑表笔去量，大家看，注意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有4个电感。这4个电感呢，其中有3个啊，都是给 CPU 供电的。测量它的对地阻值啊，测量到的对地阻值哇为0了耶！完了，这3个电感的对地阻值为0了，估计希望不大啊。那没关系啊，反正这个我已经赌了啊，这个也没法再退了。所以的话呢，我就给大家来图个乐子，我们还是继续拆开来检测一下，是不是真的这个 CPU 也烧掉了。H6 全质的 CPU 啊，是国产的这个 CPU。这个 CPU 底下呢，一般都是灌满黑胶的。开这个 CPU 的第1步就是要除黑胶，除黑胶温度达到260度左右，风速70、80。先给整个 CPU 加热，旋转加热啊，旋转加热。2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， 把4周的黑胶给它除掉啊。除黑胶的时候，这个小刀片一定是要这样斜着侧着，不能说这样子正的往下刮，这样否则的话会刮断线路。当然我现在我这个板无所谓啊，我这个板肯定是报废了，我现在是要保芯片啊，所以但是如果说大家要保底板的时候，就要斜的啊，轻轻的刮，不能大力，把4周的黑胶刮掉。也把这个字库上面的黑胶也除一除。字库这里有屏蔽罩遮挡，我们拿一个斜口钳把这边剪开啊，直接给它剪开，因为这个板报废了啊。这个板呢，跟大家说一下，就现在这个情况啊，很明显是要做一个搬板处理。搬板的话就是搬 CPU 跟字库，所以我们现在的操作是保住 CPU 跟字库，所以这个底板就无所谓了。继续来除字库的黑胶。刚刚是除黑胶的操作啊，接下来就是拆芯片。拆芯片的话呢，很多兄弟喜欢在这个玻璃面上面盖一个高温贴纸，防止这个芯片损坏啊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我今天没带这个高温贴纸，我不粘也是可以的。但是拆的过程当中啊，要注意动作，要注意要均匀加热。第2个呢，就是时间不能太长。刚刚呢用的这种小口径的风枪嘴，那我现在拆芯片的话就要换成这种大口径的。压好之后均匀加热，先拆 CPU。 2 very boring minutes later， 边加热边观察啊 CPU 周围有没有爆吸出来，或者是 CPU 周围的小零件是不是都松动了。如果是焊点或者焊点发亮，那说明时机就到了，就是拆 CPU 要把握好时机。已经差不多了啊，旁边的小元件都可以动了，平平的插下去，翘起来啊，就这样子。我们先把这个 CPU 给处理一下啊，这个 CPU 非常关键，它关系到我们能不能搬板成功。它是一个玻璃芯片，所以很薄也很脆，固定它或者在夹它的时候都不可以大力，稍微夹紧一下就 OK 了。它底下全是黑胶，把黑胶要除掉，加点焊油。烙铁温度不超过350度，用刀头烙铁345度的温度。去黑胶的同时，高温吸换低温吸。烙铁不可以在一个位置停留太久，否则芯片会烫坏。可以弄一大坨吸上去。
先进行一遍换锡处理啊，表面的换锡处理。刮的时候也是轻轻的刮，不可以大力，大力刮的话可能会掉点。感觉太干了，再加点汗油。如果说你这样子刮锡或者是换锡很卡顿，那说明就有问题，要么汗油不够啊，要么焊锡不够。A few minutes later， 把这个边边上先处理干净，用海绵加洗板水进行清洗。清洗到差不多之后呢，在放大镜底下看一下，看有没有残留的黑胶。确定没有残留的黑胶之后呢，我们用吸吸带把焊盘给拖平，上焊油，拿出我们的吸吸带，温度在150度左右，用刀头烙铁，快速拖动，不要停留。H6 CPU 的点距比较密，要把焊盘给拖平整。再次将焊油清理干净。好，反过来，把反面也清理干净。镜面完整没有裂开的，反面呢就已经也处理平整了。准备要直吸，直吸之前呢，这个边胶要处理，但是我不打算先处理这个边胶，我要测量一下这个 CPU 本身有没有短路。刚刚呢是在板上面在线测量，那在线测量的话，本身这个板就烧掉了，而且加上变形。测出的结果啊，也不一定说100%的准，所以我把 CPU 单独拆出来去测量这个 CPU。如果说没有短路，我就继续往下修，继续去直吸。如果说它有短路，那就可以结束了啊，不用再修了，没有意义。现在我们打开点位图，怎么去测这个 CPU 有没有短路？刚刚我在拆 CPU 跟桎梏之前就量了它的供电，1个、2个、3个啊，这4个都属于 CPU 的供电，这4个大电感啊，这3个电感啊是相连的，直通 CPU， 说明这些 CPU 点位是供电的，这个也是 CPU 的供电点位。刚刚量的这个对地阻值啊，几乎是为零了，为0的阻值，但是呢，它不完全直通 CPU， 这些点位它还通到 CPU 背面的一些小电容、小电阻啊，大家可以看到。因为板变形再加上烧掉，所以的话就无法判断是不是 CPU 已经短路了。怎么去量？红表笔接地，黑表笔去量打到2级管档，找到图中相应的点位，这3个电感的供电为例啊，以这3个电感的供电为例，那就找到这边有2个缺口，右手边这个缺口的1、2、3第3个点这里开始全部都是供电角位，也就是说用黑表笔戳中这一排的任何一个点，然后再去接地，灰色的像这些灰色的点全部是接地，红表笔就接灰色的点。根据刚刚点位图的位置啊，这个缺口处下面或者上面第3个引角，黑表笔去量啊，红表笔是接地，这边的这一排啊，这边的这一排最外侧的这一排，任何一个都是 D 啊，或者是这2个金属点也是 D， 这2个金属点也是 D。缺口处这边数过去，1、2、3，从第3个点开始，从这个点开始都是供电，另外一头接 D 啊。现在看一下万用表啊，黑表笔接第3个引角，红表笔啊接 D， 这2个金属点。或者是这边这一排任何一个都是 D， 大家可以看到对地为0了，说明这个 CPU 的本体已经烧坏了啊，本体烧坏了，已经没必要往下修了。为了做对比啊，我找了一个好的跟这个一模一样的 CPU 给大家来做一个对比测量，来证明这个 CPU 是坏的。第3个引角1、2、3，第3个引角。那看到没有？这个是有组织的 0.002 啊，看到没有 0.002， 它是有对地组织的啊。相同的地方，你再看一下这个坏掉的 CPU， 相同的位置，
1、2、3，你看000，说明这个 CPU 已经短路，已经烧掉了。但是呢，这个 CPU 的外观没有任何损坏，没有裂开，但是它本体就已经烧掉了。读版失败啊，很正常啊，也不是说每一次都能捡漏的啊。就像我这么有经验、这么有实力的，也会翻车。就好像今天我这个版，第一次这个卖家呢，他很诚实啊，没有坑我；第二次他坑我，这个版有烧掉啊，他没跟我说，拍照也拍得不清晰，我还以为只有版变形了，愿赌服输。虽然这个版翻车了啊，但是今天也教了大家一些东西，就是怎么样单独去判断一个 CPU 的好坏，或者是在这个板子无法开机的时候，在板上面怎么去测量这个 CPU 的好坏啊。今天主要是告诉大家这一点，也让大家在小黄鱼上面啊能捡漏。视频制作不易，希望大家一键3连，感谢。